红旗蹲在河边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然而腮帮子上的手印子却怎么也洗不掉。端方的巴掌长满了厚厚的茧子，又硬又糙。这样的巴掌抽下去，红旗脸上的手印就鼓了起来，成了手的浮雕。回到家，红旗一直都侧着脸走路，想瞒住他的母亲。这是红旗打小留下来的习惯了，不敢让母亲看到他在外面打架的痕迹。要是细说起来的话，孔素贞的家教严厉了，极其的严。不论遇上什么事，有理或者无理，孔素贞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动手，凡事都要忍一忍，让一让。实在忍不住了，在外面动了手，挨了打，怎么办呢？回到家再接着打。红旗现在到了岁数，挨母亲的打是不至于了，可孔素贞还是要生气。眼底下红旗就怕母亲生气，最关键还是怕她的打嗝。自从三丫入土的那一天起，孔素贞就多出了一个毛病，只要一生气，马上就要打嗝。打嗝谁还没有过呢？身子抽一下，喉咙里发出一些声音罢了。孔素贞的嗝不同寻常了，在她将要打嗝的时候，总要先把上身支起来，梗起脖子，半张开嘴，做好了正式的预备，然后喉咙里就发出了很响的声音，空空的，长长的，干呕一样，又呕不出东西，全是气味，馊，偏一点点的酸。红旗害怕的不是这些气味，而是声音，尤其在深夜，突然就是长长的一下，响得很，吓人了。你会以为孔素贞的体内根本就没有五脏六腑，全是膨胀着的气体。这一来，红旗就知道了，不能再惹他生气的。他要是气起来，什么话都不说，深更半夜的就在那里干呕，一夜呕下来，能把他呕空了的。可浮雕毕竟是在脸上，究竟瞒不住。孔素贞歪过脑袋，叫住红旗，只看了一眼，知道了，这个窝囊废在外头又被人家欺负了。孔素贞不说话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打人不打脸，打也就打了，怎么出手这样的毒，这样的重？这样的一巴掌究竟是怎样的仇啊？孔素贞按耐住自己，坐下来，小声说：“是谁？”没想到红旗的气焰却上来了，他梗起了脖子，豪气冲冲地说：“不用你管。”孔素贞张开了嘴，想打嗝，没有打得出来。这一来，心窝子就堵住了。可少一窍的东西，你也只能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抖抖威风了。孔素贞清了清嗓子，意外地说：“你还手了没有？”红旗愣了一下，刚刚嚣张起来的气焰顿时就下去了，想说什么，终于又没有说。孔素贞不心疼自己的儿子，他都这样了，不心疼他了。孔素贞也不想再教训自己的儿子，一个人都被人家打成这样了，再忍一忍，让一让，还有什么意思？孔素贞的手抖了，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情：红旗，你还手了没有？你都这一把年纪了，你要是还被人家欺负，你要忍到哪一天？苦海无边，苦海无边呐！再也不能够了。你红旗只要有那个血性，还手了，打不过人家，你的脑袋就是被人家砸出一个洞来，拉倒，就是被人家打死了。红旗，我给你立一个亡人牌，我就像供你妹妹那样把你供起来。孔素贞现在什么都不求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还手，还了那就清账了。孔素贞追上了一句：“你还手了没有？”红旗不说话，
他坚贞不屈，就是不说。孔素贞望着自己的儿子，面无表情。红旗呢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无所谓了。他的表情怪了，脑袋斜斜的，下巴也斜斜的，还傲慢了，就好像他是一个宁死不屈的革命烈士，嘴里头还发出一些不服气的声音，啧的一声，又啧的一声。孔素贞就那么望着自己的儿子，绝望透了。个扶不起来的阿斗，一团烂肉，在外面你是一条哈巴狗，到了家你都学会了。孔素贞突然就被儿子的这副死样子激怒了，彻底激怒了。孔素贞愤怒已极，满腔的怒火在刹那之间就熊熊燃烧。他咚的一声捶起了桌面，几乎是跳着站了起来。他举起自己的巴掌，没头没脑地刷向自己儿子的脸，一边抽一边叫：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，打打打打打打！你还手，你还手！你不还手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，打死你！你还手啊，我的祖宗哎！红旗哪里敢和自己的母亲动手，一路让一路退。孔素贞起初只是用了一只手，后来两只手一起用上了，他的两条芦柴棒一样的胳膊在空中狂乱地飞舞，像失控的风车，像失措的螳螂。孔素贞一下子就散开来，炸开了一样，他咬牙切齿的，目光却炯炯有神，像一个激情澎湃的吊死鬼，样子吓人了。可是也只是一会儿，孔素贞的体力就跟不上来了，开始喘，大口大口的换气，打不动他就掐。孔素贞吼道：你还不还手，你还不还手！吼到后来，孔素贞都失声了，他只是吼出了一些可怜的气流，连干呕都说不上了。红旗还是不还手，孔素贞终于精疲力尽了，整个人都软软的，就要倒的样子。他已经疯狂了，他已经忍够了，够了，饱了，撑不下了，撑不住了。他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他要还手，这个家要还手，就是菩萨来了，他也要还手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屁屁！海阔天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早就没有地方再退了，他再退就退到他娘的逼里去了。孔素贞狂叫了一声，一把抓住了红旗的手腕，低下头把嘴巴就上去，咬住了，像一个甲鱼，死死地粘在了儿子的胳膊上，任凭红旗怎么甩都甩不开。你不还手是不是？你不还手是不是？而我就不松口了。孔素贞跪在了地上，他的眼睛在纷乱的头发当中发出了热烈的火焰，斜斜地盯着红旗，牙齿在红旗的肉里头却越咬越深。这一次他是下了死心了，他不还手就咬死他这个没有尿性的窝囊废。红旗的伤口流出了血，不管他怎么甩怎么退，母亲就是不松口。红旗忍着再忍着，然而毕竟是钻心的痛，疼痛到底把他激怒了，惹火了，他的眼睛瞪了起来，怒火中烧。你放开，你放不放开？孔素贞不放开。红旗举起了他的巴掌，啪的一下抽在了母亲的脸上。孔素贞怔了一下，松开了，满嘴都是血。他红艳艳的笑了，猩红猩红的笑了。孔素贞指着门外，艰难而又吃力的气喘，他用微弱的声音对自己的儿子说：儿，你出去，
你要草菅人命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人不犯我，阿弥陀佛；人若犯我，叫他失火。作为一条公狗，黄四才11个月，块头却已经脱落出来了，高大矫健，因为还不够敦实，看上去反而更加俊朗了，是英气勃勃的模样。黄四的旧主人反复交代过吴曼玲，狗最忠心了，狗的一生只有一个主人，趁着它还不满2周岁，还不熟悉自己的旧主人，你必须在黄四的身上花功夫，要不然他就不认你。吴曼玲记住了，用心了。黄四的旧主人说的没错，刚来的那些日子，黄四对吴曼玲可是不服的，而吴曼玲对黄四也有所忌惮，是防范和警惕的局面。那些日子里，黄四动不动就要把背脊上的鬃毛竖起来，用低沉的声音对着吴曼玲闷吼。双方是对峙的，敌意的，但是吴曼玲有信心，她知道一条真理，狗之所以是狗，是因为它的忠诚是天生的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它先有了死心塌地的忠心，然后才有它的主人。那吴曼玲就先做主人吧。吴曼玲对黄四的改造沿用的是最简单最传统的办法，恩威并施。当然了，次序不能错，首先是威。吴曼玲用铁链子把他拴起来，1分钟的自由都没有，不理他，不给他吃，不给他喝。在他饿得快昏头，渴得要失火的紧要关头，吴曼玲过来了，带着骨头还有水过来了，给他吃饱喝足。这里头就有了恩典。恩典其实也就是次序，一颠倒就成了仇恨。等黄四安稳了，吴曼玲蹲了下来，用自己的手做梳子，慢慢的抚摸，慢慢的捋他身上的毛。这一下黄四委屈了，委屈向来都具有最动人的力量。黄四感动的不行，当委屈和感动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容易产生报答的冲动。黄四晃动起他的尾巴，紧紧地咬住了吴曼玲的衣角，往下拽，其实是亲昵，只是不知道怎样表达才最好。没想到吴曼玲并没有把这个游戏继续下去，给了他一个大嘴巴，是用鞋底抽的。吴曼玲可不想太惯了他，这个大嘴巴太突然了。黄四一个哆嗦，蜷起了身子，贴在了地上，整个下巴都贴在地上了，眉头紧锁，眼睛却朝上，鬼鬼祟祟地打量吴曼玲。太可怜了。吴曼玲没有可怜他，再一次不理他了，继续饿他渴他。当然了，在他忍无可忍的关头，又给他送去恩典，如此反复，过几天就来一次。黄四被吴曼玲折腾得狂暴不已，可是狂暴有什么用？谁理你？铁链子锁在脖子上呢，你再狂暴也是白搭。除了铁链子清脆的响声，黄四一无所得。可吴曼玲越是折腾他，黄四就越是认他，骨子里怕了。怎么说他是条狗呢？一些日子过去了，黄四记住了吴曼玲的折腾，反而把过去的旧主人一点一点地忘却了。这是有标志的，主要体现在黄四的耳朵上。只要吴曼玲那里一有什么动静，黄四的耳朵立马就要竖起来。他坐好了，2条前腿支在地上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吴曼玲，伸出舌头，左边舔一下，右边舔一下。这其实就是摩拳擦掌了，是等候命令的样子。然后闭上嘴，看着吴曼玲，脸上的表情肃穆而又庄严。仔细的看一看，其实也就是巴结和待命，是时刻听从召唤，时刻听从派遣的静态。
这就表明了一个问题：黄四的心中装满了吴曼玲，再也没有他自己了。吴曼玲最喜欢黄四的正是这一点，吴曼玲就喜欢他忠心不二的样子。吴曼玲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，他的忠诚是奉承的、巴结的、撒娇的，他半眯着眼睛，他潮湿的鼻子，他娇媚的舌头，他楚楚动人的尾巴，都是奉承的和巴结的，招人怜爱了。伴随着对黄四的改造，吴曼玲悄悄地把他的名字也改了。黄四不好，这个名字太糟糕了，是电影里常见的小配角，那种上不了台面的绝对反派，不是打手就是小财主，不是单线联系的小特务，就是欺男霸女的小泼皮。吴曼玲不喜欢，吴曼玲要叫他吴亮，也就是洪大炮所说的前途无量的吴亮。刚开始的那几天，任凭吴曼玲怎么叫，吴亮就是不理会。吴亮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而一喊黄四，他的精气神立刻就提上来了，是那种一触即发的样子。吴曼玲想，好，你不理，我就要饿肚子了。光饿肚子还不够，还得打。等饿完了，打完了，吴曼玲温存了。吴曼玲拍着他的脑袋，捏着他的耳后，一口一个无量。无量长啊，无量短，无量好啊，无量乖。吴亮于是就知道了，他不再是黄四，而是吴亮了。吴亮感动得差一点热泪盈眶，他的嗓子里发出了娇弱和柔弱的声音，那是自责了，是一份自我的检讨。他怎么可以对主人的意思领会得这么慢，领会得这么不彻底呢？都是他的错，一定要改正的。他把脑袋依偎在了吴曼玲的怀里，还把自己的腮帮子贴到吴曼玲的脸上，脑袋一伸一伸的，每伸一下，眼睛就要半闭一次，是迷途知返的幸福，是请求处分的愧疚。吴曼玲怎么可能处分吴亮呢？不会的，一旦认识了错误，那一定是好的，该奖励呢。吴曼玲把吴亮搂在怀里，灌了半天，把铁链子从吴亮的脖子上取下来了。吴亮像一匹马，一蹦多高，他撒开了他的4条蹄子，撒腿狂奔。他高兴极了，开心极了。在这场改变主人和改变姓名的过程中，他失去的只是锁链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。吴曼玲爱上了他，爱有瘾，吴曼玲一刻也不能离开吴亮了。最迷人的爱当然还是在床上，这和所有的爱是一样的。起初，吴曼玲是不允许吴亮上床的，说到底，吴亮还是有点脏。然而，苏北平原的冬天毕竟是太冷了，吴亮在夜深人静的时分爬到了吴曼玲的床上。作为一个女性，吴曼玲的睡眠有一个特点，她的被窝是冰冷的，一点热气也没有，尤其是脚底下。到了下半夜，吴亮上来了，他趴在吴曼玲的脚底下，有时候干脆就压在吴曼玲的身上。这一来暖和了，是暖洋洋的那种暖和。在吴亮的体温的诱导下，同时在吴亮的体重的暗示下，吴曼玲的睡眠有了新的内容，她进入了花朵一样的梦乡。花朵一样的梦乡往往只涉及2个内容：一、体温；二、体重，都是令人向往的好东西，令人心潮涌动，叫人难于启齿。但体温和体重向来都不是抽象的，它标志着一个男人的身体，而这个男人反而又是抽象的。是谁呢？不知道了。他年轻结实，一身的肌肉，赤条条的，暖洋洋的，压着他。
吴麦玲的腿慢慢的就岔开了，有了困厄的同时又是诱人的扭动。这扭动起初还是左右摇晃的，渐渐的变成了上与下，成了波浪，兀自起伏起来了。吴麦玲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的胯部顶上去，一次又一次的把胯部放下来，重复的次数多了，那种说不出的快感就在体内四处流淌。最终高潮来临了，他的屁股下面是一大滩的湿，他的身体僵硬了，格外的努力，两条腿紧紧地顶在了床上，一动不动。而在他惊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吴亮，心口顿时就是一个空洞的窟窿。不过话要看怎么说了，由于有了吴亮，吴麦玲好歹有了一个对象，不寂寞了。他把吴亮拽过来，把吴亮的脖子搂紧了，闭着眼睛亲他，脸上是那种疲惫而又满足的笑容。吴麦玲呢喃着，叫他乖乖，叫他心肝宝贝。吴亮是有足够的能力去体会吴麦玲的亲昵的，他呼应了他，给了他热烈的响应，他就舔他，像为新娘洗脸那样，一遍又一遍地用自己的舌头打扫吴麦玲的面庞。吴麦玲用自己的舌头把吴亮的舌尖接住了，他的舌尖被触动了，一样古怪的东西一直钻到了他的心里，直颤。过度的亲昵使得吴亮的胆子越来越大，他终于对吴麦玲的小腿无限的痴迷了。吴亮总是围着吴麦玲的小腿一次又一次的打圈圈，先是嗅，后是闻，再是舔，到后来他愈发局促不安起来。吴亮对着吴麦玲的小腿折腾了一些日子，终于有一天他一跃而起，他把他的身子趴在了吴麦玲的膝盖上了。吴麦玲就亲他，可是不对头。慢慢的，吴麦玲就发现不对头了。吴亮的注意力不在嘴唇上，他的注意力在他的下面。他在下面全力以赴，他弯着他的两条后腿，已经用他的胯部顶着吴麦玲的脚踝了。吴麦玲感到了一样东西很烫，很不讲理，塞进了吴麦玲的裤管，尖尖的，硬硬的，毫无目标，十分慌乱的乱钻，感觉上急迫了，焦虑得很。吴麦玲就把吴亮的脑袋拨开去，低下头认真的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一股粘稠的液体已经在吴麦玲的脚背上汪了一大滩。是什么东西呢？腥了。吴麦玲就开始推究，弄不明白，不是小便呢？但突然只是一下子，吴麦玲依靠出色的本能无师自通，明白了。吴麦玲尖叫了一声，满脸都涨得绯红，又羞又恼又怒，气急了，一把就把吴亮推开了。吴亮万分的惭愧，却又很无辜，他望着他，目光像一个孩子，清澈而又凄惶，可怜了，太可怜了。吴麦玲的心顿时就软了下来，一把把吴亮搂紧了，打他。一股磅礴的母性汹涌了上来，她是妈妈。吴麦玲认定了怀抱里抱着的正是自己的孩子，还不只是孩子，比孩子更宽泛。不好说了，吴麦玲一边打一边骂，个狗东西，个狗东西，你知不知道妈妈说你呢，个狗东西。吴麦玲搂着他，不知道怎样去疼他才好，表达不出来，就觉得这一辈子都离不开他。他是被需要的，他需要他。我的小可怜，小可怜。吴麦玲伤心了，却又无比的甜蜜。小可怜，我的小可怜。他们终于有了秘密，不可告人的。吴亮是亲人了。
一闲下来的时候，吴曼玲便开始在村子里转悠，其实不是为了自己，说到底还是为了吴亮。他就是想带着吴亮在村子里撒一次野，那是他的狂欢了。每一次出门，吴亮都兴奋无比。他在吴曼玲的前面打冲锋，冲出去一段，吴亮就要停下来嗅一嗅，闻一闻，就好像前面总有一些危险，有人在吴曼玲的道路上布设了地雷，他要为他报警，并最终为他排除。排除完了，他又要冲回来，看看吴曼玲的这一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。他可是要对吴曼玲负全责的。他的表情是尽心尽力的，孝顺极了。因为有了吴亮的陪伴，吴曼玲的心情就格外的开朗轻松了，并不害怕遇上混世魔王，很随意的和乡亲们说一些闲话，有意识把他的话题从吴亮的身上绕开去。他不再孤独了，有了依偎，有了寄托，有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正英勇矫健地守护着他，环绕着他。这样的日子多好呢！吴曼玲踏实了，安全，其实是幸福。整个王家庄的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夸赞吴支书的狗，真帅呀，跑起来太像一匹马了。吴曼玲客客气气的，十分含蓄的微笑，心领了，很惊奇自己有了妇女的心态，不再是一个姑娘家了。吴曼玲带着吴亮在王家庄逛了那么多趟，有一个人却从来没有遇见过，那就是混世魔王。想来他还是回避了。吴亮的速度和块头在这儿，看起来对混世魔王还是起到了震慑的作用。混世魔王说过，我会再来的。可他再也不敢来了。你来看，你还想去当兵？休想！吴曼玲就是要把他留在王家庄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消化他。混世魔王，你就耐心的待着吧，你等着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混世魔王却还是来了，衣冠齐整的，直接来到了大队部吴曼玲的房间。这些日子，吴曼玲再也没有见过混世魔王。猛地一见面，吴曼玲发现自己还是怕他的，心口立即收紧了，又恐惧又害羞，还恶心，脸上顿时就失去了颜色。吴曼玲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吴亮即刻扑上去，把眼前的这个畜生给撕了，撕得一块一块的。吴曼玲神经质地高叫了一声，吴亮！吴亮回过头看了吴曼玲一眼，十分乖巧地依偎在了吴曼玲的身边，蹭她，撒娇了。混世魔王当然知道吴曼玲的那一声吴亮是什么意思，却做出浑然不觉的样子，说，叫吴亮是吧？挺好的名字，挺漂亮的一条狗。吴曼玲失算了，他对混世魔王恨之入骨，咬死他的心都有。他的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闪现过这样的画面，一旦混世魔王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吴亮会像风一样，会像闪电一样，英勇无比地扑到混世魔王的身上去，对准他的脖子就咬，惨烈了。可是没有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吴曼玲终于控制不住了，她伸出了胳膊，对着混世魔王的鼻尖挺出了他的手指头，大声地对吴亮颁布了他的命令，上去咬他，咬死他。而混世魔王已经蹲下来了，一只手搭在了吴亮的脑袋上，轻轻地抚摸。混世魔王慢声慢语的自言自语了，干什么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是好朋友，咬我干什么？你说呢，吴亮？不咬人啊？咱们不咬人，咱们不听这个疯婆子的。吴亮得到了混世魔王的抚摸，含情脉脉了，他居然把他的脑袋抬高了，呼应了他的巴掌，眼睛也半闭了一下。
吴曼玲被吴亮无耻的出卖激怒了，他飞起一脚踢在了吴亮的腹部。吴亮受到了意外的一击，嗷叫一声，箭也似的窜出了门外，远远的立住了，惊恐地回望着他的主人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混世魔王拖着长枪抱怨说：“这是干什么呀？好好的踢人家干什么呀？”吴曼玲指着大门小声地说：“出去。”混世魔王从地上站起来说：“曼玲，咱们的事情还没有谈完呢，出去。”混世魔王压根儿就不理他，自己说自己的。曼玲，混世魔王说：“我可是听说了，今年的名额就只有一个，正好王家庄的混世魔王也就那么一个，让他去了吧。你听我一句劝，让他去，他一去，你省心，我也省心。”混世魔王的口气是轻松的、亲和的，就好像他所谈论的不是自己的事，而是在替别人操心了。吴曼玲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抖动了，却加倍严厉地说：“你休想！”干嘛呀？混世魔王笑了，坐在了凳子上，说：“让他去吧，你把他放在这里也是个麻烦，你不怕麻烦，我还怕呢。”这么说着话，吴亮已经迈着他的步伐，犹犹豫豫地进屋了。因为吴曼玲刚才的一脚，吴亮没有走到吴曼玲的那边去，相反蹲在了混世魔王的旁边。混世魔王又把手伸出去和吴亮亲热上了。混世魔王说：“照说呢，你养了一条狗，多多少少能够帮你一点忙，可也不一定的，我什么时候想来一样能来。你想啊，一条狗不就是一块肉吗？只要我高兴，我红烧可以，水煮也可以，我正馋着呢。我呢，先把它处理了，然后扒了皮，开了膛，破了肚，该扔的扔了，洗吧洗吧。肋骨这一块当然是红烧好了，头呢煨汤。”混世魔王把吴亮的后腿拎起来给吴曼玲看着，认认真真地说：“后腿我还是要送给你，后腿最好了，放在风口辣几天，香得很。”混世魔王想了想说：“狗皮我也要送给你，让你铺在床上，夜里头暖和。”吴曼玲已经听不下去了，刚要发作，金龙家的却过来了，笑嘻嘻的和吴支书与混世魔王打完了招呼，歪在了门框上，嗑起了葵花籽儿。吴曼玲立即换上笑脸说：“坐噻，坐。”金龙家的不坐，他就是喜欢歪在门框上，这样舒坦。金龙家的望着混世魔王说：“混世魔王还和我们支书是老乡呢，平时也不过来看看，有你这样的吗？”混世魔王十分迷人的笑了，说：“这不来了吗？”金龙家的嗑葵花籽嗑得麻利极了，手快嘴快，一刻功夫，葵花籽的壳就飞得到处都是。天女在散花了，天女矮矮的，胖胖的，少一翘的样子。混世魔王站了起来，把屁股底下的凳子让给了天女，自己却跑到吴曼玲的床边，一屁股坐下了，对金龙家的说：“你坐。”吴曼玲看了混世魔王一眼，严厉地说：“你起来。”混世魔王嬉皮笑脸的说：“干嘛呀？弄脏了洗一洗不就干净了？看不出来的。金龙家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这句话疯狂了，却又不着边际。因为有金龙家的在场，吴曼玲既是有恃无恐的，又是有所顾忌的。吴曼玲拉下了脸说：“你起不起来？”金龙家的饶有兴致地望着他们，他哪里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水有多深，是惊涛与骇浪。金龙家的只当他们是调笑了。
混世魔王却4两拨千斤，他笑着对金龙家的说：嫂子，我和曼玲说话呢，你能不能让我们2个人说会儿话？这句话在吴曼玲的耳朵里几乎是五雷轰顶。金龙家的瞥了吴曼玲一眼，眼神诡秘了，似乎是看出了什么美妙的门道，满脸是替吴支书高兴的样子。金龙家的脸上突然布满了少根筋的笑容，离开了，走了3、4步，又回了一次头。吴曼玲全看在眼里了。吴曼玲掉过脑袋，一张脸已经脱色了，变形了。吴曼玲她挥起了胳膊，混世魔王一把挡住了，架在了那里。混世魔王说：曼玲，动手的事只能是我来。吴曼玲崩溃了，软了。吴曼玲说：你究竟要怎样？混世魔王十分正式地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屁股，认认真真地说：让他走。你要是不让他走，你就麻烦大了。混世魔王把他的嘴巴一直送到吴曼玲的耳边，小声说：我会让你在王家庄生出一个小支书来，你信不信？我知道你想把唯一的名额给谁，我不管，我要走，必须走。我要是不走，鱼得死，网也得破，我豁出去了。吴曼玲在撇嘴，在喘息，刚要说什么，混世魔王把他挡住了。兀自点了点头，说：什么也别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还是我替你说吧。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流氓了，是你逼我逼得太狠了。我都这样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烂在这里，是吧？你就让我做一回流氓吧，啊？混世魔王丢下这句话，慢悠悠地走了。刚走了1步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又折回来了。混世魔王望着吴曼玲，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最终，混世魔王对着自己的脚尖悄悄说：曼玲，你的皮肤好，真的。口气是动了情的，倒不像是说谎的样子。吴曼玲难眠了，已经哭了3、4回了，最主要的还是怕。吴亮卧在他的身边，一直在宽慰他，舔他的脸。他已经原谅他了，抚摸着他的皮毛。不该踢人家的，不该。人家只是一条狗，哪里能知道吴曼玲的心思，哪里能知道混世魔王的用心是多么的险恶。混世魔王不是人，他是披着羊皮的狼。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？怎么办呢？吴曼玲在慢慢的哭，慢慢的想。前些日子吴曼玲还是蛮有信心的，虽然被强奸了，修理她的机会毕竟还有，好歹手上掌握着印把子呢。那几天他都想好了，先让混世魔王的小队长整治整治他，把他的口粮扣了。没有了粮食，你就得来求我这个支部书记了吧？到时候再一点一点的扒你的皮，你到公社去告。好啊，告一次给一点，再告一次再给一点，你就两头跑吧，看你能跑到哪一天。你要是骨头硬，不求人也行，那你就只有去偷。这一来就更好办了，派上2个民兵，日夜跟踪，抓你一个现行。那你混世魔王可就大发了，你混世魔王就进城了，到县城的大牢里头慢慢的享福去吧。总之，你混世魔王是在我的手里，什么时候想捏就捏一把，什么时候想松就松一松，猫捉老鼠了，看姑奶奶我怎么调戏你美好的人生。吴曼玲把一切可能性都想了，胜券在握的，但是就是没有想到混世魔王会有这一手。他成了滚刀肉了，他怎么就成了滚刀肉的呢？
他要是真的什么都做得出，就算是把他整死，他吴曼玲也就把自己赔进去了，声誉可保不住了。不能的，他的声誉不能出一丁点的问题，他的声誉比混世魔王的性命还重要。洪大炮早就说了，他可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呐，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。吴曼玲只有哭，这样的事也是不好找人商量的。吴曼玲有了极其不好的预感，这一次自己可能会输。从小到大，吴曼玲十分热衷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与人斗。正像毛主席所揭示的那样，与人斗，他其乐无穷。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乐趣呢？因为他总是赢，他是胜利者。如果不是被混世魔王强奸了，被他抓住了把柄，吴曼玲相信25个混世魔王也不是他吴曼玲的对手。所以说，吴曼玲越想越委屈，她自怜了，2只手都一起用上了，捂紧了自己的乳房。吴曼玲突然就想起来了，混世魔王说过的，你的皮肤好。真是这样的吗？吴曼玲不放心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夸过自己呢。混世魔王再不是东西，想必他的这句话还是正确的。吴曼玲坐起了身子，点上灯，拿过镜子，撩开衬衣，一看，可不是的嘛，脸是黑了点，胳膊是黑了点，胸脯却还是一大片的雪白，一摸粉嫩粉嫩的，乳头还颤动了一下。吴亮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在干什么，他伸过脑袋，冷不丁的对着吴曼玲的乳头就舔了一口，这一口要了吴曼玲的命。他再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乳头里面隐藏了这样巨大的秘密。身体是多么的鲜活，保存了多少动人的感受，就差轻轻的一击。身体太神奇了，它其实一直都在等待，处在无休无止的期盼之中，只不过你太麻木罢了。吴曼玲灭掉灯，不知道身体的内部究竟闹出了怎样的动静，是什么东西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身体的深处四面出击？吴曼玲软软地搂过了吴亮。乖，他闭上眼睛说，乖呀，乖。得让混世魔王走，必须让他走。吴曼玲在黑夜当中睁开了眼睛，下定了决心。名声是不能坏的，一个女人的名声坏了，政治生命毁掉了不说，哪个男人还会要自己？不会要的，即使是端方都不会要。